大家好，今天我就来欠各位的如何把汽车的大灯恢复光亮最简单便宜的方法。那我刚洗完，就很简单的就拿可能洗碗巾啊，稍微把上面的油洗一洗啊，洗完以后把它擦干。因为现在有点背光，所以可能明亮度上看起来的话，我只能说我这颗大灯的状况已经很糟了。那我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看出来，这是左边，就驾驶座那一边，然后这个是右边，然后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一块比较干的布，把它擦干，我才比较好施作。稍等一下。太阳快下山了，赶快处理一下，要不然等下太暗又拍不到。就先大致的把灯外表的油污和一些灰尘洗干净，然后擦干，才不会影响等一下要施作的成果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都泛黄。一样，这是左边，然后这是右边。其实我用的就是每个人当兵都会用的桐油，当表面都擦干净以后，我上一次用的是擦桶水，那个就比较液态，然后我是比较喜欢用桐油。桐油它应该说它的摩擦剂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它在清的效果应该会比较好。首先就沾一点桐油，然后均匀的打磨上去。因为其实说实话，桐油我以前是使用在别的物品上面，也是在做抛光啊。只是说，应该我没有擦过汽车大灯，我是觉得桐油可能有点比较难推啊，就像打蜡一样，桐油会比较难推，因为它干的速度比较快，然后它也比较浓稠。然后擦桶水的话是比较液态，比较好施作。用桐油擦太累了。现在有感觉吗？然后我们再擦第二遍，然后记得擦过的布要换位置，要不然脏污会一直卡上去。然后我另外一边我会用擦桶水，
用茶桶水下去施作，然后我们来比较桐油跟茶桶水的效果。我只能说桐油是真的费力啊。因为桐油它在铜环上、金属类上，真的比较好操作。好，这边是桐油擦了2遍以后的成果，然后我们来跟左边比较一下。这边是右边，然后这边是左边。是不是有差别？这边有比较亮一点，而且摸起来也比较光滑了一点。那我左边这边，我来换擦桶水，稍等一下。好，这边是左边驾驶座那边，然后我们来用擦桶水来试试看。我们来比较两边。我是觉得茶桶水一定是会比较好施作，因为它是液体，它不像桐油是有点浓稠状。茶桶水很好施作。它在推很轻松，不像桐油后抹上去干掉以后比蜡还难操作。好，等它稍微干了一点，然后赶快把它擦掉。你要用2块布下去施作哦，一块是在沾桐油用，一块是擦干净的时候用。然后这个是打第一遍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是右边。好，我们再来打第2遍，2边都是均匀的打2遍。那我们来比较它的成果。
然后茶桶水它会稍微干掉，会有点白雾，然后就赶快把它擦掉。然后擦到你会觉得布在灯具上面擦的时候很滑，就是好了。然后我们来比较看看，这边是驾驶座这边用茶桶水擦了2次的成果是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是副驾驶座用桐油擦了2遍的样子。各位感觉哪一边比较亮啊？我觉得好像是桐油那边比较亮。没关系，那我一样，我先保持这样子。然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喷点那个汽车蜡，类似这种罐装的汽车蜡。因为这种都有点细油的成分，它可以保护塑胶啊，保护一些胶条类。喷上以后，然后轻轻的、均匀的把它擦干，不是擦干了，把它推开，均匀的推开、推亮。好，这是驾驶座这边。然后我们来换副驾驶座这边。不用喷多，因为它只是要保护灯具比较不会受紫外线的伤害，因为紫外线现在真的太强，很容易造成雾化。好了，桐油擦2遍，然后喷1次汽车蜡，那个喷蜡，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是擦桶水，一样擦了2遍，喷了1次喷蜡。各位觉得哪边会比较亮呢？我觉得好像是这边比较亮。好，那这个就交给各位去评断。那我一样就先这样放着，开一阵子看看，看它会不会再雾掉？雾掉的速度会不会太快？发黄的速度会不会很快？好啦，这个很简单，很便宜的，用桐油恢复大灯的明亮，就到这边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